各位弟兄姐妹平安，很高兴可以在这里跟大家见面。我是2天前从美国飞过来，虽然跟大家不是很熟悉，但是听到我们一起来敬拜，然后听到美好的见证，我觉得我心跟你们是一样的，因为我们相信的主是一样的主。我们再一起做一个祷告。亲爱的天父，这是你的时间，我们渴慕你的话语，求主借着今天的经文向我们讲话，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题目是黑暗中的盼望。不知道在座的弟兄姐妹当中，我们多少人是经历过黑暗，或者是我们当中有人正在经历黑暗。我们当中有人失业吗？有人觉得孤单吗？有人有身体的状况吗？有人有些家庭的状况吗？有人离过婚吗？这些都是生命当中的黑暗。在黑暗当中，我们需要什么呢？我们需要光。所以今天我们会从以西结书的第1章看到在黑暗当中的盼望，那这个盼望就是神的光。以西结书1章呢是分2大部分，1到3节是整个以西结书的背景，然后4到28节是以西结所看到的异象，所以我们会把整章呢都看一遍。我们先来看这个背景，背景是在1到3节，在这里呢是告诉我们当时的时间、它的地点跟人物。时间是30年4月初5日，这个时间其实比较是以西结的年纪。因为祭司呢是30岁开始服侍，所以当以西结30岁的时候，他是在加巴鲁的河边被掳的人中看到这个异象。加巴鲁是在巴比伦的境界，所以简单的讲一下以色列历史，他们跟神呢是有约，要做神的百姓。但是呢，在整个以色列历史当中呢，他们就是拜偶像，所以他们毁了他们跟神之间的约。所以在这个约当中呢，神就说，如果你不听从我，毁了我的约的话，你们就要被掳，你们就要失去这块土地。所以这段时期在以色列的历史当中是最黑暗的时期，因为以色列民族他们整个就是被掳在巴比伦。所以这个时候以西结他是神的先知，神差遣他就是跟着被掳的人一起被掳到巴比伦。这个时候在加巴鲁的河边，他看到天开了。等一下我们会看到他所形容的光火这一切，我们看到这个时候其实很有可能就是晚上的时候，因为在晚上的时候呢才会看到更亮的这个光。那当时的时间更正确的是说第2节正是约雅斤王被掳去第5年4月初5日，这个时候是主前592年。然后正确的时间代表整个过程呢是有根据的，是有历史性的。然后在第3节再次的重复，在加勒底人之地加巴鲁河边，耶和华的话特临到布西的儿子祭司以西结。在这边和合本的翻译是特，在原文的翻译呢就是重复2次来到。我们可以这样子翻，就是耶和华的话真的临到以西结，他重复2次临到。所以我们看到以西结所经历的是一个非常震撼他的一个异象，所以他在形容整件事的时候呢，就是说耶和华的话真的来到他那里，然后耶和华的灵是降在他身上。在以色列最黑暗的这个历史的时刻，我们看到神的灵的工作是最强烈的。所以这个是当时以西结的一个背景。接着呢就是我简单讲一下当时被掳人的一个心态。那这个地图呢我们不是很清楚就是从东边，以色列是在东边，然后呢他们是被掳到，应该说以色列人是在西边，他们被掳到东边，所以是从整个这个湾这样子过来，所以是一个很艰苦的一个经历。在被掳的时候呢，他们失去很多的物质，他们失去他们的家园，他们失去他们
以前所拥有一切的财物。在我来美国之前，我开车在来台湾之前的前2天，我在美国开车，然后有个小小的交通意外，所以我的车子的后面呢就被撞，然后被凹进去，心里面很痛。有时候我们的心爱的东西不见了，我们会觉得痛，会不会？如果你的电话不见了，你会怎么样？我们现在都很依靠我们的电话，是不是？所以物质呢，很多时候呢是跟我们人也是连在一起的，是我们人的一个引申。在当时的被掳的人呢，他们失去他们所有一切物质上的丰盛。接着呢，在情绪上面，他们是觉得被掳是一个耻辱，是一件非常羞耻的事。因为被掳在希伯来文这个图画呢，就是被揭开。被揭开代表缺乏保护，被揭开代表羞耻。所以被掳的人觉得他们是非常的羞耻，因为他们成为一个没有国家的人。在文化方面，到一个被掳的境地，他们是要被融入当时的文化呢，还是要跟当时主流的文化分开呢？我们看到，当我们搬到另外一个地方的时候，我们都有很多文化上面的适应，所以被掳的人也是如此。但是最大的一个被掳的心态，就是灵性上面的一个转变。在当时的耶路撒冷是有圣殿的存在，而圣殿呢，就是代表神的同在。但是在被掳的人，圣殿已经不见了，已经被燃烧、被毁灭了。所以当他们在被掳当中，他们会怀疑说：现在神在哪里呢？他们会想说：如果神是有能力的，为什么我们会沦到被掳的地步呢？为什么我们会失去家园呢？如果神是顾念我们的，为什么他不出现呢？在当时被掳的心态就好像今天的难民一样，不是移民啊，移民很多时候是我们选择的，但是被掳的心态就好像是难民，被逼的离开自己的国家，去到一个陌生的地方。当时被掳的以色列人比较像今天叙利亚的难民，他们从叙利亚被逼的出来因为叙利亚里面有内战很混乱的一个政治的环境，所以他们大量的涌流到欧洲还有其他的地方，在途中很多人就失去他们的生命，他们没有了他们的家园。这是被掳的心态，这也是一个被掳当中以色列人经历最黑暗的一个时刻。以西结名字的意思是神使刚强，他的名字就代表神在人最软弱最黑暗的时候，是神使他刚强。以西结本身的个性呢是比较内向，并且他不善于表达他的情感，所以当他被蒙召之后，如果我们看3章15节，那里呢是讲到以西结的反应。当神呼召他的时候，他的反应是忧忧闷闷的做了7天，忧忧闷闷的做了7天，这是反映出以西结的一个个性。他不是直接的跟神说话，他是忧忧闷闷的坐在那里。但是在这黑暗的时候，他看到这样的一个异象，所以4到28节是分3个部分来看这整个异象。那记得这个异象呢是一个分3幕出现，那这3幕呢都是彼此有连接的。4到14节讲到4个活物，15到21节是4个轮子，然后22到28节是神的宝座。所以这4个轮子呢是拖着神的宝座的，也就是说神的宝座不是设立在一个固定的位置，而是呢可以怎么样？可以移动的，因为有4个轮子。那4个活物的身份是谁呢？等一下我们会看到，他们其实就是基路伯。所以这4个活物是衬托着神的宝座。这3个意象这3个部分的意象合起来，我们会看到一个事实，就是这是一个飞翔的约柜。我们继续的看经文4到14节，
4个活物。这个是以西结亲自观看的，所以他就是这样子说：我观看见狂风从北方刮来，随着有一朵包括闪烁火的大云，周围有光辉，从其中的火内发出好像光耀的晶晶。所以这个时候讲到有狂风刮来，这个狂风就好像台风一样，很猛烈的旋风。北方呢，通常都是指敌人来的方向，所以这个时候呢，好像是有一个不祥的预兆，因为是从北方来。但是呢，从北方来的这个狂风，却是有一个大云。那这个大云呢，是有光辉、有光耀的晶晶。在古今东的一个文化，就是神呢是乘云而来。那这个时候，我们看到其实是神乘云而来。虽然神还没有出现，但是这整个形象呢，就是预告他快要出现了。第5节说，又从其中显出4个活物的形象来，所以在这个云中呢，就显出了4个活物。然后第6节呢，就在形容这4个活物，各有4个脸面。今天我们每个人有几个脸面？我们只有1个脸面，但是他所看到的这个意象呢，是4个脸面，有人的形象。然后呢，第6节说，各有4个脸面，4个翅膀。我们有翅膀吗？所以这些不是人，对不对？他们的腿是直的，脚掌好像牛犊之蹄。他们是动物吗？都灿烂如光明的铜，在4面的翅膀以下有人的手。这4个活物的脸和翅膀乃是这样，翅膀彼此相接，行走并不转身，均各直往前行。所以在这里形容这4个活物呢，是非常异样的，有4个脸面，然后又有翅膀，有翅膀代表他们会飞。然后呢，他们呢不是随便的乱飞，他们是整齐的，他们是顺着而飞，均各直往前行。那继续呢是在形容这4个活物的细节。第10节说，至于脸的形象，前面各有人的脸。我们要想象，就像人一样，前面是人的脸，右面呢狮子的脸，左面牛的脸，后面鹰的脸，是不是很奇异？11节说，各展开上边的2个翅膀相接，所以这4个活物是彼此连接的。然后各以下边的2个翅膀遮体。如果我们熟悉以赛亚书的6章，那边也是讲到基路伯，那边的基路伯呢，也是用翅膀遮体啊。那这个是代表在荣耀的神面前，这些基路伯呢，还是觉得羞愧的。然后他们12节继续说，他们俱各直往前行，灵往哪里去，他们就往哪里去。所以我们可以说，这些活物呢，是顺灵而行，有神的灵在这4活物当中。然后他们行走并不转身。至于4活物的形象，就如烧着火炭的形状，又如火把的形状。火在4活物中间上去下来，这火有光辉，从火中发出闪电，这活物往来奔走，好像电光一闪。这些形容我们可以看到，有火，有光辉，然后像闪电一样的，向着同一个方向，顺着灵而行。很多人呢，就是在猜测，到底这个4个活物为什么有4个脸面？那这4个脸面到底象征什么？人脸，我们看到人是万物之王，然后狮子呢是野兽之王，牛呢是牲畜之王，鹰呢是代表飞鸟之王。这个我们看到这4个活物，每一面呢都是有代表性的。也有人这样子说，就是这4活物呢，是代表耶稣4个不同的身份。在4福音当中，他所强调的耶稣是不同的面。比如说，在路加福音常常讲到耶稣会哭泣，耶稣会出汗，强调耶稣是人子。那这个部分呢，就是人脸的部分。马太福音呢，是强调耶稣就是弥赛亚，就是君王。所以这个狮子就是代表耶稣为君王。然后在马可福音常常讲到耶稣的服事，并且是立即立刻性的，所以是强调耶稣为仆人这一面。
然后牛就是代表耶稣这一面。约翰福音是代表耶稣为神，所以这个是代表鹰。这个解释听起来是有道理，因为刚好就是配合四福音不同的方面来形容耶稣。但是这个解释也有一个问题，就是当以西结看到这个异象的时候，还是在旧约的时代，当时还没有新约的出现，也还没有耶稣的出现，所以当时的人如果看这个异象，他们不会联想到耶稣。我们从古近东的这个背景来看这四活物的身份。大家知道这里是哪里吗？有没有人去过巴黎？罗浮宫有没有人？这里是罗浮宫啊。罗浮宫里面呢有很多旧约的东西。那如果大家以后有机会，鼓励大家可以去这里看。那其中呢就是有巴比伦的一些古迹。那这个是在巴比伦皇宫取下来的一些牌子。大家可以看到上面是什么样的形象吗？有翅膀，还有什么？身子像什么？什么动物呢？有点像狮子，是不是？然后它的头像什么？头有点像羊。所以这个是普遍在巴比伦常见的活物。就是三合一，一个活物里面它是可以是集合3种不同动物，这个是当时巴比伦人认为是保护神的保卫神，像天使一样的这样的保护的一个动物。那这是另外一幅图画，也是巴比伦的这个皇宫当中发现的。我们看到这个活物当中呢是有人的头，对不对？然后有什么样的身子？野兽的身子，然后有没有翅膀？也是一个3合1，对不对？所以这个是在古近东，特别是在巴比伦常见的一个形象。那这个是我儿子，我是2008年，这个是2008年去巴黎，然后是全家去。那我现在儿子已经比我高了，18岁了。他这个时候就是10岁，但是他不是主角，主角是旁边那2个。旁边这2个呢是叫做巴比伦的守护神。那我们看到他的脸是当时人的脸，然后他们的身子呢是牛的身子，所以这个是2合1。其实如果看真实呢，他们是有5只脚，所以他们是在神殿或者是宫殿门口进门的时候的一个守护神。那我在08年去的时候呢，刚好他有一个巴比伦展，然后当时呢我看到有这样的一个像，就是有4面的神。这个4面神呢，其实可能只有这么大小而已，放在博物馆里面很小当时不能照相，所以这个是后来人画的。画的时候我们只能看到3面，其实它是有4面，因为我们不能画后面，对不对？因为这是平面的。所以3面神、4面神、4活物、3活物、4个脸面、3个脸面，在巴比伦的这个文化跟信仰当中呢是常见的。所以当时以西结看到的异象是什么样的异象呢？还有几张图片是讲到大英博物馆，有人去过吗？这个是我去年去伦敦教课的时候，就顺便去看这个大英博物馆，也是看到这样的一个活物，就是巴比伦的人脸，然后兽身，然后有翅膀，所以这个也是一个守护神。那这是另外一幅图画，是鹰脸，然后是人身，有翅膀。所以这些都是告诉我们当时普遍的一个混合的活物。然后在大英博物馆当中，我也看到有个印度神。那这印度神呢，也是有4个头然后4个头每一面呢都是不一样的。那我问大家一句话，就是4面，你们说是代表什么呢？面在整个希伯来人的观念呢，是代表同在。在希伯来文，同在就是脸这个字。神与我们同在，代表说我们可以看到他的脸。神在我们前面，就是代表神与我们同在。前面脸同在，同一个字panim，
希伯来文就是帕宁，就是脸。所以今天如果我们在家里只看到我们配偶或孩子的背面，不算是同在，要看到脸才算是同在。所以4个脸代表神的同在，每一面都看到，4面都看到。那基路伯到底是谁呢？在10章就有特别的交代。10章14到5节这里说，以西结后来又看到一个异象，就是基路伯各有4脸。然后15节他就说，这是我在加巴鲁河边所见的火物。所以从10章这里很明显的就告诉我们，这4活物的身份就是基路伯。我们知道约柜是代表神的同在，那约柜的上面是有2个基路伯，那基路伯呢是有翅膀的，他们是覆盖着神的约柜。所以当以西结所看到这4个活物，他们是用当时巴比伦熟悉的活物来代表他们是护卫神的天使。也就是说，以西结所看到的异象是当时的人会明白的异象，因为他们周围看到的都是巴比伦的这个守护神的形象。但是在这个异象当中，最特别的地方就是神是使用当时所熟悉的一个形象，然后来衬托他的约柜，也就是告诉当时在被掳当中的以色列人，不要怕这些巴比伦人，你们的神是坐在宝座上的，而这些巴比伦的活物呢，其实是在服侍着这个至高神。这个是这个异象当中要表明的一点，就是神是掌权的。所以刚才提到这4个脸面，脸面是象征同在。那要跟大家分享的第一点，就是在黑暗当中，神与人同在。当时以色列人以为神应该是在耶路撒冷，因为约柜应该是在那里。但是在被掳当中，约柜已经不知道在哪里了，神的同在也不知道在哪里了。但是从以西结所看到的异象，我们看到在被掳当中，神选择与被掳的人同在，因为在被掳当中，在黑暗当中，神的约柜在那里飞翔。所以今天如果我们有任何的黑暗在生命当中，我们要知道神在那里，神与我们同在，虽然我们不一定会感受到它。接着是讲到4个轮子因为时间关系，我就很快的解释。那4轮呢，是代表我们通常开车的轮只能开一个方向或者转弯，对不对？但是这个轮呢，是轮中套轮。轮中套轮呢，就是这4个轮呢，好像是一个球一样，可以滚，可以4面都可以走。但是，所以不像我们开车一样。那并且这4个轮子呢，是布满着眼睛。眼睛代表什么？眼睛的功能是什么？看见。那4个轮全部都布满眼睛，然后4个轮像球一样可以滚，这个是代表什么呢？代表神是不只是全在，因为它是4个方向都可以去，并且呢，这个眼睛是代表神是全知。当神看见，神就是知道。所以这一点呢，是要告诉我们，这4个轮子是跟着这4个活物，然后呢，他们是有灵在里面。所以在黑暗当中呢，这4个轮子就是代表神的眼睛，他是看见当事人的苦情。所以今天如果我们在黑暗当中，或者以后会遇到这些黑暗，我们要知道我们不是孤单的，因为神的眼睛是遍布他整个宝座，他看得清清楚楚。而在希伯来文，这个看见跟预备是同一个字，所以当神看见，他就不会无动于衷，当神看见，他就一定会行动。我们希不希望神看见我们？特别是在我们黑暗当中，是不是？在黑暗中，神看见我们的苦情。那最后这个第3幕的时候，就是讲到神的宝座，活物的头以上有穹苍的形象，看着像可畏的水晶铺张在活物的头以上。然后接着呢，讲到听到这个声音，像大水的声音，像全能者的声音，就是活物在行走的声音。所以当时以西结所看到的异象呢，不只是感官上的异象，
而且是听到这个声音的一个意象。然后26节就讲到，在4活物还有4轮之上呢，就是有像宝座的形象。然后这个宝座上面呢，有一个仿佛人的形状。因为这个意象太奇异了，以西结常常就用仿佛、好像来形容。然后这个人的形象呢，其实就是神坐在宝座上，然后形容他像光耀的金金，有火有光辉，正如在乘云而来的这4活物一样。那最后呢，这一节就是以西结对这个意象的总结。他说，这就是耶和华荣耀的形象。在黑暗当中，以西结看到耶和华这荣耀的形象。在我们生命当中，我们渴不渴望看到这样的形象呢？渴望。在这里还有一个特别的地方，就是荣耀这个字在希伯来文呢是叫做 kavod。那这个字跟第1章第1节讲到的加巴鲁，在希伯来文发音跟长相差不多是一模一样，非常相似。那通常在一个经文的单元里面，有2个非常相似的重要的字，代表这2个字呢是有连接的。加巴鲁跟荣耀有什么关联？第1节一开始讲到以西结是在加巴鲁的河边看到天开了，最后1节他这样子总结说，这就是耶和华荣耀的形象。我们可以做这样的一个连接，就是加巴鲁是代表被掳之地，是代表最黑暗的时刻，人最软弱的时刻，在最黑暗、最软弱、最无助的时候，也就是神荣耀显现的时候。所以这样的今天的信息是带给在黑暗中的人一个盼望，因为神不只是与我们同在，他是全知，并且他会在我们软弱当中显出他的形象。那人的反应就像以西结一样，匍匐在地，以敬拜来回应这样的一个神。所以第3点，我们看到在第3幕当中，神是坐在宝座上的，宝座代表王权。巴比伦王把以色列人掳到巴比伦，在当时巴比伦王是最强大的王，但是是谁坐在这个宝座上呢？是耶和华坐在这个宝座上。所以被掳是出于神的心意，是要让以色列人在黑暗当中经历他，最后神也应许把他们带回到他们自己的家园。所以3点，在黑暗中神与人同在，在黑暗中神看见苦情，在黑暗中神仍然掌权。让我们在黑暗当中，我们可以不失去盼望。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人生有高有低，但是我们感谢你在我们生命当中，有你在我们生命当中真好，帮助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姐妹可以看见你是高高的坐在宝座上，你是那位掌权的神，你是那位看见我们的神，你也是那位应允我们的神。谢谢主，让我们有今天敬拜你的时间，愿你得到一切的荣耀。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我们非常的谢谢这个谢挺博士，神的话讲得非常非常清楚，但是因为时间很有限不过呢，很感谢神的是，今天谢挺博士也带了他的一些著作然后就在外面的书摊。那今天我们能够邀请到谢挺博士是透过这个环球圣经公会我们欢迎这个周牧师来跟我们报告这个圣经公会的一些事工跟他们的书。我们欢迎周牧师。喂，大家平安。谢谢教会，谢谢复兴堂刘牧师传道人这么热情的让我们能够来到这里跟你们一起参与敬拜。你们热情的邀约，我们就提供优惠的圣经。圣经没有加码，居然打折今天我们带来的许多的圣经，有好多款都是买1送1买1送1。你可以买国语的 MP3。送你台语的好吗？严大卫录的国语的，还有一位特别教台语读经的师母录的台语。我们今天有很多都是买1送1，
中英对照的，我们有2款买1送1。你如果可以就买2本，你如果说我只要买1本就够了，我们就打对折5折给大家。鼓励每一个人都要有第2个版本或是第3个版本的圣经。和合本读完3遍，还要不要再读？读完5遍还要不要再读？要，还是要再读。如果你读完3遍，读完5遍，鼓励你就看新译本圣经，新译本让我们可以易读易懂，并且更加的精准。主导文里面说，不要叫我们遇见试探。哪一个人不会遇见试探？老师会不会？商人、有钱人会不会遇见试探？牧师会不会？主耶稣有没有遇见试探？马太福音第4章，圣灵引耶稣到旷野接受撒旦的试探。新译本告诉我们，不要叫我们陷入试探。主都遇见了试探，主导文告诉我们，不要叫我们陷入试探。英文更容易懂 ，Lead us not into temptation。如果我们当中有台语的主导文，汤传温入期，好，不要带我们进入试探。新译本可以帮助我们易读易懂，更加的精准。主耶稣看寡妇投了2个小钱，那里讲到主坐在圣殿，看众人如何投钱入库，他就见许多的财主投入若干。这是我们过去读的和合本，到底财主投的是多还是少？若干，一半的人会说少，一半的人会说多，所以讲得不够清楚。新译本翻得很清楚，从原文，英文也是一样，他是翻耶稣看有钱的人，他没有翻财主，有钱的人投入许多的钱 ，a lot amount。因为当时英美宣教师在山东翻这一段经文。他就说，有钱的人投入很多的钱，山东有钱的人很多的钱，就是叫若干啊。所以有时候我们读圣经，稍，如果你有第2个版本对照着来看，会帮助你更加的精准。今天讲员谢挺博士，他也有3本书，一本是《创世纪》，始于神，开始的始；一本《出埃及记》，出于神。一本诗歌智慧书3卷里面，每一天给我们几个希伯来文字，会于神，始于神，出于神，会于神。他每天就从开始第1章第1节告诉我们，希伯来文有2个字很重要，而这2个字并非我们看到的和合本、新译本就这样子就用几个国语字就表达了。希伯来文的字更丰富，告诉我们说真正的原文是这样子。所以你如果读《创世纪》始于神，从第1篇读到365篇，你把《创世纪》等于反复，让你读得非常的清楚。你如果读《出埃及记》出于神，你读完365篇的时候，你比牧师还要了解，因为他反复的告诉你前面后面，会于神，让我们做一个智慧的人。那他每一天就教导我们1到3个希伯来文字，所以我也没有读过希伯来文，但是我每天看他的，我1年可以学到700多个，甚至可能到1000个希伯来文字，让我对真正的原文旧约希伯来文、新约希腊文可以更加的明了意思。待会有机会可以在门口看我们的书摊，愿上帝赐福你们，谢谢。我们谢谢周牧师。